嗨，各位，我是 Winter，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已经9月22号了，然后我上一次发片是9月1号。我本来想说，我可以就是有时间每个礼拜更新，可是哥大这一学期真的还蛮忙的。然后我修了一个很特别的课，是 data mining 的课，然后我之前完全没有修过，就是这相关的课，所以变成说我先修了这个中高阶的课，就变成说我要自己花时间去把这些低阶的，比如说 Python 啊，或者是 SQL 这些东西学好。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还修了就是原本的 Tools and Toy，就是做游戏的，然后我还有法文课，然后各种神秘的工作，所以说我这学期就挺忙的。但我还是蛮希望就是自己可以每个礼拜更新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人生清单。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看过很多本书，然后他们会写说，比如说你在20岁你要知道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那本书吧？然后还有一本日本的作家，好像是指也是20岁你应该要知道的100件事情吗？然后我自己在出版我的第二本书，就是谁的青春不是被吹得东倒西歪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以这样子的想法去编这本书的。就是我记得那本书里面有90个主题，然后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觉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要知道的事情。但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人生有10个原则，然后这10个原则呢是，好比说，不管在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必须要遵守这10个原则。如果说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话，我也会用这10个原则下去做决定。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了你要选科系，然后或者是你要选工作好了，那选科系你要怎么选？第一个是比如说金钱好了，第二个是你喜欢的东西，那你的原则是什么？当你真的2个东西50-50或是51-49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就是遵守自己人生的原则。我开始写我这10个人生原则的时候，或10个人生的 value，就是我最在意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人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在我看了那些书之后，然后在了我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在我开了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在我开了我自己的第一个公司之后，然后今年有一个 Netflix 上面有一个电影叫做《生命清单》，就是 The Life List。它是一个美国的浪漫电影，然后它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个人生的清单，所以我自己又翻回去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什么出色的电影，可是我觉得他的想法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去看一下。然后我会分享，我不会把所有的10个都分享给大家，我会把剩下的一半分享在会员影片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就是人生走来一路上，就是我修修改改，然后每一次都翻回去，还有删删减减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我还会再改。我今年26岁了嘛，但这些东西我还会再改，只是这是我目前26岁，我觉得我最就是在乎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剩下的大家可以在会员里面看。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清单里面的第10个。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前面9个很重要的一个 basic，就是不要因为在别人的清单里面就放到自己的清单里面。比如说，大家会很常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最应该要去的5个国家，人生必去的10个景点，人生应该做的100件事，或者是什么人生必吃美食。但是很常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 save 嘛，我们就会把它存起来。珍藏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人生要做的。但为什么？为什么别人说的这些人生清单是你应该要去做的东西？它确实可能是别人的 proof，或者是别人就是人生走来他所觉得这是应该你要做的事情，但是并不等于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人生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就我们根本没有原则。就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别人的
Instagram 或 social media 分享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股脑的，就是 unconsciously 就把它放到自己的清单里面。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在写我自己的清单的时候，我非常的极力的在避免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要因为我听了谁，或者是就算是爱因斯坦也好，就算是一个再有智慧的人也好，都不应该只因为听了他的话，就把他的人生的 value、人生的 list、人生的 principle， 就是放到我自己的人生清单里面。又好比像是说，很多东西很多人觉得是重要的，好比说财富自由，我听过很多人的梦想都是财富自由。30岁财富自由，40岁财富自由，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goal， 对不对？就是蛮好的一个目标，对不对？对，没错。比如说，我们设定一个30岁财富自由，40岁财富自由好像比较逻辑，40岁就想要退休，那你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人生目标，对。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没有错，你会觉得它很客观没有错，可是它的客观是它这句话的客观，你没有想到它后面的事情。如果说你40岁要财富自由，那你是不是要非常非常努力工作？那在你人生最好的20岁、30岁，你有时间享受一点人生吗？或者是你有时间就是找到你人生的伴侣吗？或者是说，你能够就是跟自己的小孩子玩吗？或者是就是很多东西是有舍有得的，你一定有得才有失。有失才有得，对，所以说很多东西看起来确实客观，但是回头去想，你为了这个目标要付出什么？那真的是你要付出的东西吗？还是只是别人的人生清单？像我就从来没有真正的追求过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成功不是财富自由，但我对于自己成功的解读。我也并不是就是已经走过了一辈子可以跟你们讲，但是我之后可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因为在别人的人生清单里面就放进来这件事情。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基础，就是其实是我清单中的第一件事情。虽然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它听起来非常的 basic。但我觉得这个是万事起头的第一步，就是你永远应该要照顾好自己，你永远要 take care of yourself。就是你的爸妈会照顾你没有错，但你的老公也会照顾你没有错，你的小孩或许也要照顾你没有错，但是他们没有办法100%的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在就是你每一次要什么的时候就马上给你。所以说，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在你，因为你照顾好自己以后，其实大家在帮助你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轻松。那这个问题我每一次都会想到的是，那小的3个问题是：你最近有规律的运动吗？大家不要小看运动这件事情。我以前觉得运动是一个做作业的事情，就是大家说要健康就健康，但是。你想，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就是工作或者是学习，我们就每天坐在这里，这其实是不符合就是一个动物的设定的，你知道吗？就我们不需要出去 hunting， 我们不需要出去种植，不需要出去采果，我们每天坐在这边，其实身体的整个，不管是你的心情啊，或者是你的整个，就是你觉得很累，每天很累，其实都只是因为你动的不够多，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有每一天去运动吗？如果没有每一天，可以去走一下，或者是走个20分钟，这也叫做运动。第二个是你的饮食，我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饮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自己完全不吃炸东西，如果我吃一口薯条，我就会觉得非常的 guilty。但不是因为说我本身就不爱吃，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你可能会觉得说人生会需要一点 comfort food， 就是美国人会说这就是要安慰的食物嘛。No， 就是人们有很多很好的 saying， 就是很好的安慰自己的方式。好比说大家会说什么减肥啊，一定要有一个什么让自己开心的日子，或者是说像我现在讲的，就是吃了好几天健康的食物，我一定要来吃一个大餐，我一定要吃一个可以让我自己开心的东西。但是开心这件事情
是可以被习惯跟训练的。为什么你的开心一定要来自于这些油腻高热量的甜食呢？或者是一杯珍珠奶茶？就是你的开心是可以被训练跟创造的，你并不是生来就喜欢喝珍珠奶茶，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还是可以让自己快乐，只是大家要去想想那个量。对，那我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蛮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的年轻一点，然后我不太喜欢这种就是不断抗老的宣传方式，因为我觉得人是一定会老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看起来年轻一点的话，或者是感受起来年轻一点的话，那我可能会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年轻漂亮，这是我给这个 title 的一个 subtitle，就是我记得我男朋友讲过一件事情，关于饮食，因为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吃东西非常健康的人，我不吃炸的，我基本上不吃甜的，尽可能的避免，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你在点饮料的时候喝个微糖啊、无糖，这样子就减少了糖分。但是其实日常中的糖非常的多，不管是你的饭，或者是你的面，或者是你的水果，或者是你的牛奶，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糖。所以说，我很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吃任何的甜食。你可能会说，那我的快乐来自哪里？我的快乐并不需要来自于现在给自己的舒适，我可以来自于以后，我还是有健康的身体跟相对于年轻的外在。这个是我对于未来快乐的投资。我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快乐拿在现在，我没有办法把就是所有的快乐都放在现在，因为那这样以后呢，如果我现在吃更多甜食，我可能会当下觉得很幸福，但是以后的快乐还在吗？我觉得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呢在面对这种食物的诱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你可以像我这样想，你没有再把你不会，你没有再把未来的快乐拿来现在使用。你未来会比较快乐，因为你自己有健康的身体。这是我男朋友跟我讲，然后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哦，另外我也不吃泡面，这是绝对的。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吃什么。然后那是我人生很少数吃泡面的日子，而且吃很多的日子。我到现在都觉得好可怕，好可怕。对，所以来美国之后，我记得我跟我男朋友认识的时候，他第一个问我的问题是，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其实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我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 preference 了。然后我只跟他说我不喜欢吃太 oily 的东西，就是汉堡啊，就是太热量太高的东西，或太油腻的东西。对，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稍微觉得很 basic， 就放在我的人生清单里面，但没有，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出过车祸。我的脊椎有2节骨折，所以你们看我现在，我还是在哥大读书，然后我还有自己的公司，然后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在做。但其实我坐在这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辛苦。我只要坐10分钟，我的背就会开始痛，然后就是还是很难。就是我记得是一个胸椎跟一个腰椎，一个是爆裂性的骨折，一个是压迫性的骨折，所以其实真的很痛。虽然说整个骨头都已经复原了，但是其实我的肌肉啊，或者是各种的一些损害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原本的100%的。所以说，当你们今天读书读得很辛苦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我作为一个就是读书型的，就是 YouTuber 或者是 Influencer 好了，我还是可以坐在这边想办法的录制这个。就算我现在在录这个，我的背也非常的痛，然后想说啊。Winter 都可以这样坐着，就是2节就是脊椎都这样子受伤，那是不是可以再坐久一点点呢？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东西对我想要在会员里面分享，然后有些东西我想要在另一个另一个主题分享。我的第4个是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讲到前面我最常讲的。最前面讲的就是你要怎么选择自己的科系或者是工作。第4个是持续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是我给自己人生清单里面我觉得我不会改掉的一个原则。就如果说你今天在问我说
你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科系，还是一个你不喜欢的科系？这个答案不是二选一，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原则，我就跟你说，哦，你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因为持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是，然后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写字，当一个作家。哦天哪！然后这个梦想，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我非常喜欢写作，一方面是喜欢，第二方面是我需要跟自己对话。但是我并没有选择一个中文系，或者是没有选择一个写作系，因为我选择的就是持续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方式是每一天晚上睡前写文章，或者是当我今天听到我男朋友讲什么非常感动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写。然后或者是我今天在酒吧看到某一对情侣，或者是看到什么社会现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写。这个是我对待自己喜欢做事情的，就是对待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方式。就是你要不断的 keep doing the things you like，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们可以先选择一个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然后做到40-50岁，然后再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在讲这种事情的时候，都已经特别理想了，你知道吗？就是好比说到40-50岁之后，你真的还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吗？你真的有时间、有精力、有所有的资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吗？我特别喜欢写作，但是我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非常的需要跟自己沟通。我从高一开始写，我记得我的第一个粉丝，也不能说粉丝，就第一个追踪我的陌生人，到现在都还是我朋友。我记得他的账号，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原则上都稍微有一点联系，对，然后他们是我的挚友。我从高一开始写，每天就写那么一些时间，有些时候被同学笑，你知道吗？就是文笔嘛，或者怎么样子的，就其实也经历过一段就是非常黑暗的时期，然后写，高一、高二、高三、大一、大二、大三、大四，7年之后出版了自己第一本书。再过1年半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我花了7年跟9年的时间，但是我持续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这件事一直都有在进步。我没有说我要等到30-40岁，等我真的有时间的时候再开始做一个作家，我觉得太晚了。而且其实你的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你可以运用，滑手机的时间啊，我会再跟大家讲 social media 是滑手机的时间啊，或者是就是跟别人 gossip， 跟别人就是 tea 的时间，我觉得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重要。而且我说过我在纽约，我特别喜欢 talented 的人，有才华的人。我并不是100%的喜欢绝对聪明，或者是就是 come from money， 或是家境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并不是说他们绝对不好，他们有非常好的，但是 talented 的人，有才华的人，知道自己才华在哪里的，运用自己才华的人，精进自己才华的人都非常的闪耀。我并不是说你要生来会画画，我也不是一个生来会写作的人，生来会唱歌都不是。如果说你很擅长讲话的话，这也是一种才华。你很擅长作为一个领导，在一个 group 里面做一个领导，那你也很有才华。才华可以是很小的东西，你很擅长煮菜，吃的人都很开心，但也是一个才华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持续的，就是精进自己的才华跟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你自己很有自信，然后你会有种独特的魅力。我觉得独特的魅力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就是没有那种魅力感，就是你会觉得，他确实好看，他确实有漂亮，他确实读很多书，他确实有好的收入，但是你就会觉得，魅力呢，就是那个你没有办法说出来那种 rizz 那种 riz，就是你说不出来那种个人魅力，那种发自内心闪闪发光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持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绝对可以增加自己的魅力的。这件事情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就说了，我花了10年，我还在做这件事情。每天都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的文笔那么好？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写了10年，文笔原则上要好一点点吧。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从来没跟大家讲过。国小的时候
要写那每个礼拜我都要写那个小文章嘛。然后我们老师的评价是 good， 一个 good， 最多呢是3个 good， 就是特别好的意思。我每个礼拜都拿3个 good， 因为我妈永远都帮我认识了80%。这是国小1、2、3年级的时候，我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老师永远都觉得我的文笔非常的好，因为我妈永远都帮我认识80%，包含我还有堂姐、表姐，所以我那文笔以前真的是烂到一个极致，就是我永远记得，我绝对记得，因为每个礼拜我拿到那么高的分数的时候。然后甚至有些时候，老师会叫我们起床，要起来，不是站起来念自己的作文。然后我都会就觉得很自卑，因为有些时候考试要考作文嘛，那我的文笔就不可能像我妈帮我认识的那样子好。你知道，我每一次就是考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要被扛了。可是就是因为那样子的日子，你知道，爸妈并不是绝对的错，就是因为那样子，所以我觉得啊，我一定要让自己的作文好起来，才可以内外就是表里如一。所以说之后就开始喜欢写，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你自己非常有特色，增加你自己的魅力，然后给你平静。我觉得给你平静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你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分享这个我的第4点就是。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不可以是滑手机这种，因为滑手机只是在接收别人的讯息，只是在贡献演算法，你知道吗？所以说，花点时间想一想自己喜欢做什么。如果想不出来的话，永远都在一个2选1的一个想法里面。好比说，你今天在走人生这条路，你碰到了工作1、工作2。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者是最好的答案，没有人知道。你只能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答案。所以今天也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真的喜欢做什么事情，但是当你今天心里想到3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硬生生的选出一个你觉得稍微好一点点的就可以了。其他我觉得之后再想。这是我10个人生的 principle 里面的第4个。所以到现在我已经跟大家分享3个了。有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但我之后再分享。我跟大家分享第6个，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选择适合自己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舒服的方式。我一直以来都不能说后悔，是有些时候我会想起来这件事情。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我大学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 party， 我没有去过任何 club， 我甚至去 bar 的次数，就是喝酒的次数，可能有1次吗？就是在我跟我第1任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情都有一点不平衡。可是如果说人生再1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样子的选择，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就是见到太多人就会整个人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人，就我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消耗，就是我这个一个晚上所接收到的所有资讯。所以说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并不是一定要跟每一个人一样。大家都会很羡慕，比如说大家都会很羡慕说那种就是最多好朋友的人，或者是说每个礼拜都可以出去玩的人，或者是说周末早上去哪里玩，去海边玩，然后晚上去一个 concert 或者去一个 bar， 然后礼拜天又去哪里玩的人。对，但那个真的是适合你的吗？因为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 imbalance， 就是我都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出去 party 一点，我是不是都应该出去喝酒一点，但那真的适合我吗？所以说其实越长越大，你会越知道自己适合怎么样子的人。那什么样子叫适合呢？适合就是当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最舒服、最自在的。你也可以跟我说你去 party 非常的自在，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那我就不是一个外向的人，所以说
我能选择就是待在家里看书，对我来说反而更舒服。因为我每次去完 party， 我都会觉得好后悔，为什么在这里？我不可以，我不想在这里，我快回家。所以说，我觉得那可能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样子，对。所以说，选择自己适合的生活，就是 choose the life that fits you， 或者是，你觉得可以带给你最自在、最自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适合并不等于喜欢，不等于别人这样子。对，所以说，首先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先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那我知道我们都不够年长到真的100%确定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人，但是就你这些小日子认识自己的这个经验，可以去想想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对，总共有10个嘛，然后跟大家分享，在这支影片的第5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尊重自己的过去，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期待过自己的未来。所以我的第7点其实是尊重过去跟期待未来。为什么会先讲尊重过去这件事情是？我记得我在出版第1本书之后，我整个非常的慌。那为什么慌？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失业了。就一直以来，我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就是我要出版一本书。我成功了，非常的畅销。我们刚10刷嘛，然后其实第1刷就5、6千本，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但是在出版那本书之后，我整个人就好像失业了，就那种冒牌者症候群，就是我不太认识自己我是谁，我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过去的成功。我觉得 humble 就是所谓的谦虚跟自信、自满，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并不是说 humble 一定是正确的。就有些时候你太过于谦虚的时候，你反而会否定自己过去一切的努力。但我觉得我上次有讲过，你的自信、你的乐观应该要建立在你过去真正的那一些订立下来的achievement， 就是你的成就或者是你的成绩上。所以当你过去有怎么样子的成就的时候，其实它就应该要就是建立你自己的自信还有乐观。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过去做了什么事情。我并不是我之前特别的成功，而是当你今天问我说你之前创业过吗？其实我很少跟别人讲我创业的事情。出书过吗？就出版过1、2本。就你知道，我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相信自己之前做过那样子的事情，可这件事情大幅的影响我自己的自信，就是我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有能力再成功的复制一次我自己的成功。所以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你要尊重自己的过去，就是你要确实的知道自己之前做了什么事情，你不可以说之前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很多人会一直拿自己以前高中的事情吹嘘啊，大学的事情吹嘘，很多人会把高中的第1志愿好了，或者是大学第1志愿好了，或者是第一个工作，或者是赚到第1桶金作为人生的最高峰。但我们要记得的事情是，你永远都应该要创造人生的高峰，过去了就过去了。如果你到了出社会，你还在提你自己的国小做的事情、高中做的事情、大学做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没有下一个高点。所以说，但第一个我们要就是想在心里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就是一味的只记得以前的高点，但同时间你也是要肯定自己曾经有那些高点。就是我们永远都会爬一座更高的山，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没有爬过那些山，就是之前那些山。但你也不能一直讲说我自己曾经爬过什么山，就好像人生没有在进步。所以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尊重你自己的过去，18岁以前的努力也是努力。我之前很常跟小朋友讲这句话，很多人会在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失败嘛，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好的大学，我的人生就废了。但18岁以后的努力也是努力。如果你18岁以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就，那你可以记得它，但要记得在18岁之后，别人也在努力的时候，你要继续创造自己的高点。所以我一直的在提醒自己我之前做过什么事情。
好，那我是不是可以让我之前的那个高点再更高一点？然后不可以否认自己之前完全没有做过那件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客观的评估自己真的有哪里好。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期待未来，我从来没有认真的期待过我的未来。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让我自己很驻足。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做 plan 的人，所以说我永远不知道我的人生下个月会在哪里。我跟大家讲，我来哥大读书，就是因为我在 Harvard 读书的朋友私讯我，然后我们打一通电话说，你要不要来读书啊？然后我们就申请了 Harvard 跟 Columbia 嘛，就这样，我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会在这里。然后出书也是，创业也是，我的人生都非常的 spontaneous，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到底会做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自己的过去。期待过自己的未来，但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人生一定要 plan， 而是你起码要知道自己在5年后或者10年后会是一个怎么样让自己喜欢的模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是我男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J 的人，就是他 plan 非常多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他知道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他永远都很期待就是未来的日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在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有动力，然后每一天就是去睡觉的时候期待下一个好日子，我期待自己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尊重自己过去的努力，不要否认自己的过去，你要珍惜善待曾经的自己，善待曾经的自己，慎重的对待自己一切的拥有，因为那件是你的过去所累积而来的，过去会留下的是宝贵的一刻，但也不可以否认他们。但对于未来，如果像我一样不太能做 plan 的人的话，你起码要知道自己会成为怎么样子喜欢的模样。你可以有一个比较 broad 的就是 plan， 就是比如说我2年后要是个怎么样子的人，那这样子会是让你自己期待未来。然后这个是就我写在这里，这是我10个里面的其中5个。然后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剩下的5个。然后我想要分享在会员影片里面，因为我本来其实没有想要把所有的就是所有的 list 都分享出来。可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很早就开始接触社群媒体这一块。我跟大家讲业配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接业配，或者是我非常的谨慎。我本来不想讲这件事情，但是就讲一下没关系。因为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社群媒体，所以我真的很知道接业配很多不好的面向，我知道很多厂商不好的面向，然后我也知道很多心态不好的面向。我没有办法，我真的不是全盘的否认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厂商，可是我知道这里面好的厂商、好的 influencer 真的是参差不齐。所以说我自己就是从高中我就接触了这个产业，然后一路看来，就是所有不管是餐厅的合作，不管是 hotel 的合作，不管是各种的合作，我都看过。然后我也看过大家怎么去诠释这些合作。就比如说他给我一个邀请，他一定会寄送给所有其他的 influencer 嘛，你就会看到别人是怎么去诠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里面并不是完全的诚实。所以说我自己在挑合作非常的谨慎，可是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我没有办法这样活着，就是我不是一个 come from money 的人，我上次已经讲过。所以说要我持续做教育这件事情，然后又要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其实非常的辛苦。我真的讲非常的辛苦，就是如果我还想要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做教育这一块的话，然后我不接业配这件事情，会让我自己真的没饭吃。你就讲实话，是真的比较辛苦一点。所以说我还是会慎重的选择一些合作。当然说大家可以理解，就是非常慎重，就是我原则上基本上不接，我这1年完全没有接，除非我觉得真的是我问心无愧的去推销这些东西。所以再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放在会员影片的原因。
我觉得很多人加入会员这件事情，只是给创作者一个支持，然后觉得，对，可能是需要。如果在我合作不喜欢接那么多，而且我绝对不开团购，我从来没有开过团购这件事情。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温饱，这就是一个窘境，就是人生必须要 balance 的地方。好，那我接下来跟大家讲接下来的5个，然后会放在会员里面，就是跟大家讲我全部的10个 list，但可能2年后、3年后还会再改哦，不一定，然后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